那堅持做好這些呢，就等於在感染來襲之前就已經把城牆修得又高又堅固了。但是生活當中呢，我們難免會有一些萬一哈。如果說家裡的中老年朋友真的出現了呼吸道感染的症狀，那守在旁邊的子女往往最焦慮的就是多休息、多喝水，我们多觀察一下，還是應該立刻去做這個就醫這樣的一個動作。這個決定其實可以說是承擔着一定的壓力的啊。那您可不可以接下來給我們建立一個像這個信號燈一樣非常清晰的、非常可操作性強的家庭護理決策上的一個指南？這個問題呢非常實際。建立家庭護理的一個紅綠燈思維，其實是每一個家庭都應該注意的。核心原則就是不要盲目的等待，不要在這個也不要過度的一個驚慌，就是把這個客觀指標那個進行分析，進行分级。我們可以把这些这個我們觀察到的信號呢，進行一個不同的一個分級。比如說進入了一個重要的一個紅燈區的時候，我們才需要進入一個馬上就醫的狀態。之前我們提到過的一個馬上就醫狀態的一些紅綠燈包括有哪些呢？比如說我們看到這個突然間靜息狀態下突然就開始喘憋，或者是突然出現的意識障礙，這個才是需要馬上去就醫的這個情況。除此之外呢，比如說有咳嗽次數增加，比如說呢，有昨天比今天比上個月或者是上周的時候走路6分鐘實驗走路時間要短，走路的距離要短，這種情況呢都屬於一個慢性的指標，它不需要馬上的就醫，但是那個需要我們來注意和警惕的。能理解哈。其實我們按照這個紅燈、綠燈、黃燈這樣的一個總結，其實對於大家來說是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可操作性強的一個建議了啊。那剛剛已經提示到了，在紅燈的這個狀態之下呢，我們是要及時就醫啊。那我們先從一個這個相對安全的區域出發，好不好？我們先來說一說綠燈哈。那在綠燈的情況下，我們可以說，這個時候的建議就是我們先保持居家，先繼續觀察。那綠燈啊，綠燈，您覺得有什麼樣的一些重要的限定？那綠燈呢，可以給大家舉幾個例子，比如說一個症狀輕微的這些症狀，比如說這個體溫小於38度，比如說輕微的咳嗽，比如說流清鼻涕這種症狀都算比較輕微的但是呢，剛才這些情況一定要是症狀狀態比較好的情況下，它一定是老年人可以正常的交流，可以正常的這個飲水吃飯，沒有食慾一個明顯下降。還有呢，就是生命體徵一定要穩定，就是呼吸頻率要小於24次每分，或者是血氧飽和度呢要大於95%。在這個階段，就是我們的重點還是在家庭護理方面，看看能不能就是老人病情有沒有好轉，這個時候是可以觀察的。那關鍵呢，有需要做到以下幾個這個操作啊。第一個就是保證充分的休息，避免勞累，還有就是補充充足的水分和電解質。重要是溫水，然後口服補液鹽等等，然後防止脫水。第三呢，就是提供一個易消化、高蛋白的一個營養，比如說這個蒸蛋羹啊，包括肉末粥，包括牛奶等等的，就是給免疫系統提供一些彈藥。第四呢，就是密切監測，每天呢每天的至少是早晚的2次一個體溫監測、呼吸頻率或者精神狀態的一個監測。所以我們剛剛提到了啊，說這個綠燈呢，可以說是一個相對安全的一個觀察期哈。那您覺得這個觀察期它大概是比如說幾天、幾週，還是多長時間？另外呢，如果說出現了什麼樣的一些變化，是在提醒我們，這個安全區可能要邁出去了，我們可能要到了一個黃燈區了。綠燈期的時間應該是比較短的，通常是2到3天。如果說發現了另外的其他的情況，我們要進入這個黃燈的一個警惕狀態。第一個就是症狀的一個持續沒有明顯緩解，或者是有加重。那比如說低熱超過3天不退，或者是咳嗽加重，或者是痰量增多，或者是痰变顏色變黃了。那第二呢，就是出現了一個新的症狀，那比如說突然開始胸悶了，或者是嗓子或者是胸口有這個呼嚕聲，就感覺有痰鳴音了。第三呢，就是整體狀態的下滑，就是雖然明顯沒有高燒，但是精神狀態、食慾都比之前要下降了，精神變得萎靡了，就是應該亮起黃燈了，或者說要進入紅燈的狀態了。
那也就是說，這個時候其實我們的這個家庭護理上可能已經沒有辦法完全去照料好這個患者了，是吧？那這個時候黃燈區可能又不是說需要我們馬上去這個求醫問診啊。您覺得這個時候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那這個時候呢，需要第一呢，就是聯繫這個社區醫院或者是家庭醫生，或者是通過互聯網線上問診，或者之前你的一個過往的就診的經歷，然後根据这個之前的醫生的建議，然後做好一些準備。第二個呢，就是做好一些去醫院或者是做急診的一些準備啊，準備好醫保卡等等這些情況。那這個時候呢，還有就是之前醫生給你準備好的這個出院病歷，比如說長期住院的老年人，他有一個出院的一個住院的一個小结，那這個過程中他可能会預測到你可能在這個長期的一個慢性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問題，他會寫一些建議，你就要看清楚那些建議是什麼。如果說他建議那些治療方式或者是緩解方式，他沒有症狀沒有緩解，那這個時候呢，可能在這個黃燈這階段就保不住了，可能要進入下一階段。明白了哈，那下一個階段就是相對比較危急的狀態了，也就是我們說，比喻一下，就是進入到了一個紅燈區。那紅燈區是不是也就是說，我們需要馬上去送到醫院去，馬上聯繫到醫生，您幫我們提示一些這個提醒我們馬上要去就醫的這些緊急的狀態都有什麼？明白，就是緊急的這些紅色的信號有哪些？我給大家舉例啊。第一個就是出現了一個明顯的一個急促，然後呼吸困难，呼吸頻率呢就是每分鐘大於30次，或者是老年人自述他自己喘不上氣儿了，或者是感覺胸口悶，像压一塊石头，感覺很嚴重。然後呢，血氧的一個報警呢就是在小於90%，這個是一個老年人的血氧的報警。其次就是意識狀態。剛才我一直提到，就是精神萎靡啊、嗜睡啊、叫不醒，或者是煩躁不安、胡言亂語、譫妄，那這些都屬於意識狀態。然後就是循環報警，循環報警呢就是口唇發紫發乾、皮膚濕冷、頭暈無法站立。這時候你測血壓，血壓一般是在90、60以下，那这個就是一個達到了休克的水平，那就需要馬上去就診了。還有就是高燒不退，高燒不退的就體溫超過39度。或者是38度8以上這個狀態，它是持續，你用了降體溫藥以後還是下不來，那這個時候呢就是需要去就診了，它是一個上面這些都是一個紅色的信號。明白了啊，這裡面呢給大家提示到了非常多需要關注到的一些標誌啊，比如說意識的狀態啊，比如說這個長期高熱的這種狀態，比如說對於藥物的這個反應已經非常的微弱了，這些狀態其實都是提醒大家要格外去關注的。還有呼吸它本身的一個急促和很短很淺的這種狀態哈。那在去醫院的路上，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去做的，來讓我们這個緊急的狀態更快的送達到醫生，讓他們能夠盡快的了解我們的一些現狀？